曾经在纪录片《人间世》里，记录了一位26岁女孩张丽君为保住腹中胎儿，牺牲自己的性命，并在生命垂危时，提前为孩子录下了18年的生日祝福片段。然而生活中，类似的故事并非孤立。那么这些年轻妈妈们舍命保子，真的值得吗？那些用母亲的生命换来的孩子，是否会幸福呢？今天，我们就来讲述一位被患癌妈妈用生命换来的女儿，20多年来压抑纠结的人生。女孩名叫豆豆，是妈妈临终前给她取的。90年代出生的豆豆，父亲在国企工作，母亲则是一家印刷厂副厂长。父母亲是别人眼里的模范夫妻，可惜世间事总没有十全十美的。豆豆妈妈在怀她6个月时被确诊为肝癌，看了很多名医，给出2种治疗方案，一是保大人，终止妊娠，切除肿瘤；二是保胎儿，让其继续生长。但怀孕的过程也是很危险。对于医生的方案，亲戚朋友都建议保大人，毕竟豆豆母亲才26岁，以后还有机会生孩子。但豆豆妈妈却坚定地选择保小孩，即使是姥姥跪地恳求，也没能让妈妈改变主意。就这样，豆豆妈妈怀孕36周时就被迫生下了她，而妈妈也在生产3个月后含恨过世。为了表达对女儿的爱，豆豆妈妈过世之前给她写了10封信，买了18套衣服，每年1件，直到18岁。然而豆豆妈妈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孩子，把自己的爱封存在那些信和衣服里，女儿就能在爱的包围下长大了吗？显然答案是否定的。事实上，带着妈妈舍命保子印记出生的豆豆，注定一生都活在别人的同情怜悯下，难以幸福。从小到大，无论走到哪里，豆豆都能感受到他人无声的议论声，即便是亲人也不例外。姥姥姥爷见到他就会偷偷掉眼泪，小姨看到他也会因他没有妈妈而特别照顾他，即便是疼爱他的爷爷奶奶也会背着他劝解豆豆爸爸给他找个后妈。日常中这些不经意的动作，无时无刻都让豆豆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包袱，而他的出生就是一种罪孽。久而久之，豆豆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多疑、敏感、自卑的性格，除了他爸爸以外，不愿意和更多人来往。然而孤独的豆豆多么希望能感受到妈妈的爱，他会为了感受护士阿姨妈妈般的温柔而要求生病扎针，或者本来很小的感冒也要闹着去医院输液。可是旁人的爱终究抵挡不了豆豆内心的匮乏，难以填满内心的空虚。因此面对妈妈留下的18件生日礼物，他也无法感受到妈妈的爱，反而让他无比窒息。那些衣服他也只穿了10年，也就不愿再穿了。那些妈妈喃喃细语的信件，也在10岁生日当天焚烧殆尽。他希望感受到真实妈妈的陪伴，又担心失去爸爸的爱。就这样，为了得到和普通孩子一样妈妈的爱，豆豆在自私压抑中不断分裂，患得患失。好在高中毕业时，豆豆考上了大学，离开故乡来到了南京读书。大学毕业后，豆豆留在南京工作、谈恋爱、结婚。在异乡，豆豆做回他自己，不必在意他人的眼光，可以卸下内心的枷锁活着。但即便迎来了新生活，但豆豆还是对怀孕生子充满了阴影。结婚怀孕后，每次孕检，豆豆都无比紧张，甚至和老公说，如果她也面临和妈妈一样的境况时，她选择保大人，因为她不想让孩子走上痛苦之路。很多时候，我们都会为母爱的伟大而感动，殊不知在这种无私的爱下面，孩子将是何等的压抑和痛苦。他们一生在旁人同情的目光下长大，不敢有丝毫的懈怠。他们一生都背负着沉重的大山，喘不过气来。他们一生都在缺爱中成长，内心极其匮乏。他们希望妈妈是真实的活着，陪伴孩子长大，而不是伟大的牺牲。幸运的是，豆豆遇到了治愈她的丈夫，让她在26岁时才勉强活成一个正常人。但不是所有的孩子如同她一样幸运，所以对于这些不幸的家庭，作为旁观者的我们，不必用道德绑架他们，少一些苛责和怜悯，多一些真诚和理解，如此才能让他们享受正常人的生活。毕竟每个人都有
追求幸福和自由的权利。